今天要聊的是我筆記本的一個問題。我發現它只要電池在15%以上，那它就沒有辦法繼續充電。那只有等它電池，比如說我拔掉電源，然後電池跌到15%以下，然後這時候再重新插入充電線，然後它才可以繼續充電。但最高也是充到15%。那我一開始我以為是軟件問題，我就把所有驅動跟電池相關的，那我也把它更新一下。結果發現還是一樣，那我就以為是可能電線可能有鬆動什麼的，那我就把這款筆記本的後蓋，然後把它拆開之後呢，我就發現問題還是依舊。因為我重新把那個線全部都重新拔插，然後清好灰，不過它灰塵確實好多，用了有7-8年了吧。然後一直也沒有怎麼去清理，導致說現在灰特別多。但是清理完之後發現還是一樣的情況，那這時候我在想會不會是電池的問題。那我看了一下電商平台，發現這一款型號的電池在90塊錢左右，那價格不貴。我也想着說要不乾脆換一個電池，畢竟也用了挺久的了。不過換電池有一點比較擔心，就是你會擔心它會不會是那一些劣質電池，但沒辦法，你買第三方配件的時候，畢竟筆記本電池又不是說那些大廠他們都會去做，所以呢只能看運氣，挑了一個銷量比較多的，然後我就選擇了購買。那麼今天它就到貨了，今天呢我們就把它這塊筆記本電池換上去，看看能不能把這個問題解決掉。如果可以的話，雖然它肯定不如現在的蘋果 MacBook，M 系列的那處理器續航那麼強，但是我覺得只要它能用個3到4個小時的話，那也值得了吧。畢竟也才99塊一個電池。那總比換一個4000-5000多的筆記本要好，我是這麼考慮的。那麼話不多說，我們把它換一下看看。其實換筆記本電池非常簡單。如果你也是新手的話，其實我也是新手，然後你可以跟着我大概的操作一下，其實這也並不難，因為它筆記本主板連接電源的插線往往就只有一條。那麼只要把這條插線拔下來，然後把那四周圍的螺絲把它拆卸掉，這個過程不至於說特別的困難的。我覺得最多的是可能有一些筆記本的比較難拆，那就可能需要多小心一點，就只是這樣子而已。其他的步驟應該都是差不多的。那麼我們就開始吧，希望一切順利。
那麼就在剛剛，我們已經把筆記本的電源把它更換上了。我們現在來開機，看看它是否可以正常運行。OK， 現在已經正常開機，進入桌面，目前好像是正常的，可以看到電源。稍等一下，我把它貼近一點。我們可以看到電源這裡是顯示97%，不知道對不對得上焦，反正這邊顯示是97%。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，只要他平時我外出打一下文案，能夠續航有3小時以上，那我就很滿足了。臨時用一下而已，我需要用到筆記本的情況其實不多，有時候可能在外地的時候就需要拿出來配合使用一下而已。OK， 那應該就沒問題的了。我看有些使用評價，他們會說，剛開始使用的時候電池續航會沒有那麼好，意思好像是說沒有辦法能夠完全發揮出它的所有續航還是什麼的，需要循環充電過幾次才會越來越好。我不知道這點是不是真的哦，只是說我看到有這麼一個觀點，那我就到時候看看。OK， 那本期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希望能夠多多少少幫助到各位。其實換筆記本電源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操作，如果你去電腦店換的話，可能要花費個200塊錢以上是要的吧。畢竟一塊電池它可能就收你個200，然後再加多一個100手工費，應該算這樣子的話，應該還算是良心的吧。我就怕那一些亂收費的會隨便報個500以上的。以前那個硬盤壞了，然後他有報一個價是幾千塊錢，然後我自己換了一個硬盤的上面那個主板，自己手工焊了一下那個 BIOS， 只花了100多不到哦，加上工具的話可能要100多。但是比他報的那個1000塊錢要便宜不少，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子，其實很簡單的，試着操作一下，反正不行的時候到時候再找人幫忙唄，是吧？好了，那我們今天內容就到這裡，希望大家會喜歡，那麼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